大家好，我是晴。今天这期我们直接来讲一个很多新手都会搞混的工具，基金到底是什么？跟 ETF 又差在哪？因为很多人走进银行，理专很常推荐你买基金，你打开投资平台也会看到一堆基金可以申购，但问题是，很多人其实根本没真的搞懂，为什么有人说新手买 ETF 就好，又为什么有人还是会去买基金？今天这期我们就把这件事一次讲清楚。先讲一句最白话的，基金就是很多人的钱集中起来，交给一个团队帮大家一起投资。什么意思？假设今天你手上有10万块，你想投资，但你不太会选股票、选债券、选市场。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大池子，里面把很多人的钱都集中起来，有人放5万，有人放10万，有人放100万，最后这一大池钱再交给一个专业团队去操作，他们去决定要买哪些股票，要不要配债券，这个市场好不好，什么时候加码，这个东西就是基金最基本的概念。所以基金你可以先把它理解成很多人的钱集合起来，交给专业的人帮你操盘，这就是基金。这里有一个重要角色叫做基金经理人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帮这一大池钱做投资决定的人。所以很多传统基金的逻辑其实很简单，你不想自己选，那就把钱交给专业团队帮你选。这也是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基金时会觉得它很合理的原因，因为听起来很像我不会，那我就请比较会的人帮我。这个逻辑本身没有问题，但重点来了，这不代表它一定比 ETF 更划算。这就是今天这期最重要的地方。那 ETF 跟基金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先把这个观念讲清楚。ETF 其实也是基金的一种，这句一定要先懂。很多人会问 ETF 跟基金差在哪？但这个问法其实不够精准，因为 ETF 本来就是基金里面的一种形式。比较准的讲法应该是传统基金跟 ETF 差在哪，这样才对。你可以把它想成基金是大类， ETF 是其中一种，就像水果是大类，苹果是其中一种。所以不是 ETF 跟基金完全分开，而是 ETF 本来就是基金家族里的一员。那 ETF 跟传统基金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帮你切成4个最重要的差别。第一个差别，主动 vs 被动，这是最核心的差别。很多传统基金是由基金经理人主动决定投资内容，他会想这家公司值不值得买，哪个产业接下来比较有机会，这档股票要不要换掉。所以这种基金通常会被叫做主动型基金，因为是人主动在做选择。ETF 则不太一样，很多 ETF 的逻辑比较像照着一套规则去买，比如追踪台湾前50大公司，追踪美国前500大公司，追踪某类高股息公司。它不是天天在想明天哪一只比较会涨，它比较像是我就照这个规则把一整组资产打包起来。所以 ETF 很多时候会被叫做被动追踪。这里你可以先记一句最白话的，传统基金比较像你把钱交给专家帮你选， ETF 比较像你买一包照规则打包好的资产。第二个差别，买卖方式不同。传统基金通常不是像股票一样在盘中直接买卖，你比较尝试透过银行、基金平台、理专、投资账户去申购或赎回。也就是说，它比较不像你打开券商 App， 马上就可以挂单买进卖出。ETF 则不一样， ETF 可以像股票一样在证券市场直接买卖，你有证券户就可以直接下单买 ETF。 所以最直观的差别就是传统基金比较像透过平台申购， ETF 比较像直接在股市里交易。第三个差别，费用通常不一样。这个差别很重要，而且很多新手最容易忽略，因为很多传统基金是主动管理，背后有经理人、研究团队，主动选股、调整配置、通路销售成本，所以整体费用通常会比较高一些。ETF 因为很多是照规则运作，不是天天靠团队主动判断，所以很多产品的管理成本通常会比较低。
这里不要把数字讲太死，但你可以先记住一个概念，费用差一点点，短期你可能没感觉，但拉长很多年，它会慢慢吃掉你的报酬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投资不是只看你赚多少，还要看你被扣掉多少。很多人买基金时只看到这个好像有专业团队耶，你可能会直觉觉得基金有一整个团队在研究，肯定比较厉害。但我只问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如果这些人真的每次都那么准，那为什么你最后看到的结果常常还是跑不赢大盘？这代表重点根本不是有没有人帮你分析，而是那些分析扣掉费用之后有没有真的替你创造价值。所以第三个大差别就是基金和 ETF 不止运作方式不同，费用结构通常也不同。第四个差别，透明度通常不同。很多 ETF 的持股和追踪逻辑通常会比较清楚，因为它本来就是照某套规则在跑，你通常比较容易知道它追踪什么，里面大概装什么，比重怎么配。传统基金当然也不是完全不透明，但因为它是主动管理，经理人本来就会比较常调整持股，所以对一般投资人来说， ETF 往往会给人一种规则比较清楚，内容比较好理解的感觉，这也是很多新手会比较偏向 ETF 的原因之一。那基金为什么常常让人失望？不是说基金都不能买，而是很多人对基金有一个误会，以为交给专业的人就一定比较会赚。这个想法很合理，但现实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专业经理人要做的事情不是只要比定存好就行，很多时候大家期待的是他要打败大盘。问题是这件事其实很难，很多主动型基金长期下来不一定能稳定打败市场，再加上如果费用比较高，就算它表现不差，最后留在你手上的报酬也可能被吃掉不少。所以问题不一定是基金一定很烂，而比较像是你付比较高的费用，最后不一定换得到更好的结果，这才是很多人后来会失望的原因。那银行推荐的基金可以直接买吗？这里讲的直接一点，不要因为银行推荐就直接买，不是说银行推荐的一定不好，而是你要先知道，有些基金通路本来就会牵涉到销售佣金、通路费、手续费这些东西，所以推荐给你的产品不一定只是最适合你，也可能牵涉到整个销售结构。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再问一遍，这档基金在投什么？它怎么运作？费用多少？如果有 ETF 可以做到类似的事，差在哪？这样你才不会变成因为有人推荐所以就买。那新手到底比较适合基金还是 ETF？ 答案是很多新手通常用 ETF 当起点已经很够用了，因为对新手来说，最重要的往往不是找到最神的经理人，而是先做到这几件事，先搞懂工具，先把成本压住，先建立投资习惯，先学会长期思考。ETF 在这几件事上通常都比传统基金更容易上手，但这不代表基金就完全不能碰。如果今天你真的有明确理由，知道自己在买什么，为什么买，那基金当然也可以是工具。重点还是那句，不是哪个名字听起来比较厉害，而是你有没有搞懂它的运作方式。最后帮大家把今天这集收成4句话。第一句，基金就是很多人的钱集中起来，交给专业团队一起投资。第二句， ETF 也是基金的一种，不是跟基金完全分开的东西。第三句，传统基金很多是人主动选资产， ETF 很多是照规则被动追踪。第四句，基金和 ETF 没有谁比较神，重点是你有没有搞懂它怎么运作，你付了多少成本。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在问你基金跟 ETF 差在哪，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回答，基金比较像把钱交给专家帮你选， ETF 比较像买一包照规则打包好的资产。这样你就已经比很多只会说反正 ETF 比基金好的人更清楚自己到底在讲什么了。如果这集有帮你把基金和 ETF 的差别讲明白，记得订阅。我们下次继续把投资讲人话，把市场看明白。我是晴，这里是投资晴姐，我们下期见 ，See it clear。